这就是街舞第5季即将收官，这一季你满意吗？相比很多人都会说不字，的确如此。这一季节目到如今都不知道看点在哪里，新生代的舞者你记住了几个？反而街舞的导演王晨晨，我们却记忆犹新，甚至比舞者更有看点跟话题度。这个无外乎一点，那就是跟 UNIQ 王一博的互动，让这位微胖身材的导演带着蹩脚的主持水平，成功出圈了。这可谓是赢麻了的节奏，因为这季街舞的最大热度中心还是顶流王一博，有他在自然有热度跟话题度。这一季弱化了队长的关注度，同时也减少了舞者出圈的重点推出，更注重了街舞的文化氛围跟新生代舞者的体验。其实在外人看来，真的没有太多的重点把控。曾经注重有个人有实力的舞者，只要你有实力，自然会被广大网友看到的。这次呢，反而让人抓不到重点，甚至有出彩表现，后续也不再突出。也许是综艺节目受到了各种的控制跟要求，才会在今年众多的综艺节目中减少了矛盾制造点，减少了话题的炒作，更减少了热度艺人的表现等。不过街舞这次导演王晨晨的出圈并非依赖实力，毕竟主持功力实在一言难尽，没事就喜欢挑事，挑起事端后还怂的一笔。娱乐圈都喜欢蹭热度高的艺人，因为有了流量就有热度，就有了知名度，从而获利。第3季的王一博回怼王导的那句其实是你比较狡猾，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？也许从哪里开始，王晨晨就显然懂得了流量带来的好处有多少了。在第5季中，明显这样的互动特别的多，多少次都直接冲上了热搜榜。特别是最近的一次，王一博骑着摩托艇带着王晨晨狂奔在水上，结果就是一个不小心甩飞出摩托艇而落水，整个画面相当的搞笑。好多人说王一博如同风一般的男子，他的后座不太好坐。王一博